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些姑娘来相亲，我真的让她给气死呀！那池子里的王八，她盖子都能给气翻了。上个月我给一对大龄男女撮合对象，这男方91年的，本科，身高在175左右，是个工程师啊，年薪税后在15万左右，有车有房子，条件还不错。女方是92年的，普通本科，私企做行政，长相属于那种可爱型的。两人呢，先是加了微信啊，刚开始聊天呢，聊的都还不错，男士主动关心，这姑娘呢也是积极回复。聊了有3、4天啊，这男士就主动约着姑娘周末出来吃饭嘛。这姑娘同意了。吃饭那天啊，人男士就亲自去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这不是在市里吃饭啊。见面之后，男士呢就觉得对这姑娘就很满意啊，所以全程都很热情招待。吃完饭啊，男士又把这姑娘给送了回去。回家之后呀，这事就来了啊，他就跟着姑娘报备了一下自己到家了。谁知人这姑娘呢，也是一种不冷不热不关心的态度，给回了一句好的。第二天开始啊，男生特别积极的发信息就问候这个姑娘，那毕竟喜欢她嘛。但明显就感觉出来哈，人这姑娘回复信息就特别慢，基本早晨发的中午回，晚上发的有时候都第二天才回。就这样的频率呢，聊了有好几天啊。这男生就想着，哎呀，态度这么冷淡呢，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就主动给这姑娘打了电话啊，想再约这个姑娘周末出来吃个饭。谁知这姑娘就说呀，自己有事不去，以后再说吧。男士这一看呀，这发信息态度不积极，约见面也不出来的，那明显就是不喜欢我，还不直说，气得他呀直接把这个姑娘给拉黑了。好了，今天中午这姑娘兴师问罪来了，找我呀跟我说男士把她删了，她就觉得莫名其妙，还挺生气的。我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就问这姑娘，你对人家的态度是哪个意思啊？这姑娘就说啊，自己是挺喜欢这个男士的啊，觉得他条件不错，人也挺好，但是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了，这男士不珍惜之类的，想矜持一些。我一听，哎呦我的姑奶奶啊！我以为的矜持啊是吃饭和男士 AA， 不用男士车接车送，精神独立和男人保持距离。结果饭别人请了，你人呢也接送了，发信息问你还整这出，咋的？你回信息还得查新华字典吗？他说呀，他喜欢男士，但是不能这么快表现出来吧？得冷淡一点啊。男人呢还知道珍惜，太主动了就觉得自己很廉价。我听完吱吱的哈，那一时间可把我给堵住了啊！你都30多岁了，遇到合适的也喜欢你的根本就不多了吧？你还不知道主动啊？你是来相亲的，不然以为自己来 boss 直聘的吗？这姑娘就解释说呀，哎呀，她看到男士的信息了，故意晚点回复。男士约她呢，她有空啊，是故意不去。那意思就是想欲擒故纵呗。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呀？你以为你是电视剧里面玛丽苏女士拒绝男主追求后被男主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行为给感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姑娘听了很委屈啊，问我这相亲不就是被追的吗？那喜欢我不应该更加主动吗？我一冷就给我删除了，估计也没那么珍惜我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这男人都猜不透的。我真挺可怜这哥们儿的啊，他都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这哪里是相亲啊？莫不是你是天上派下来考验他耐性的？你说说，你对人有意思，你就直说嘛，别天天吊着他的胃口。男人主动，他也有个方向吧？人家看上你了，就得主动承担爱你的责任嘛。哎呀，我真的是血压突突的往上拱啊！你看看，你俩就认识2星期，连个朋友都不算吧？这搞得跟个情人分手一样，轰轰烈烈的。这姑娘听完让我跟男士沟通一下，她现在愿意主动啊，男士可以追她了。哎呀，人男士听完之后说，我不愿意了，说有一个相处不错的，已经在了解当中了。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男人，他就是没有耐心，嫁给他也白瞎。兄弟们啊，他不听劝，你们得听劝。以后啊，记住了，相亲见了面，对方对你的态度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相处的就是很不舒服，被怠慢，那就直接的 pass 掉，下一个会更好。没必要啊，去深入的探究，再去结合这个女生的生活环境去分析她这个行为具体原因。人家丝毫都没有 care 你的感受啊，你还分析啥呀？分析啊！管他是为啥的，爱为啥就为啥，反正跟你没关系。相信我，相处初期如果已经觉得不舒服，真继续下去，这种难受感觉只会扩大10倍。你应该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愿意积极回复你消息、相处舒服的，而不是试图去感化一个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南辕北辙吧，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呢？该撤撤。相亲圈里有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形象，而且也很讽刺人啊。叫见过蓝天的雄鹰，怎么会爱上没有翅膀的草鸡？你搁大城市待过，你就看不上那农村的小破屋啊？大城市里坐着方便尿马桶，农村里你那蹲着那茅坑，心理落差那么大吗？这叫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啊，咨询我，她又纳了闷了，为什么相亲180号了，就是找不着对象？她问我是不是她择偶要求很高啊？我一听完，好家伙，真的迪拜王子估计你都得瞧不上。
这姑娘很漂亮啊，身高在170左右，身材很好，自己开了个培训班，哎呀，是学音乐的，从大学开始啊就没缺过男朋友。这有的男朋友呢给她买包啊，有的给买化妆品啊，有的管吃管住管旅游啊，最后啊谈了一位大了10多岁啊很有钱的男朋友，过了一段高于其能力地位的生活，两人一度谈到了结婚的家。当然时间不长啊，这位很有钱的男朋友承诺给她婚前买套别墅，再给她100万的彩礼，她很是激动啊，哎呦，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到达了一个巅峰啊，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谁知道两人就谈了有不到2个月啊，这位名都不全的男友提出了分手，理由是家里不接受他的工作，他就很无奈很伤心啊，觉得房也没了啊，100万礼金也没有了。你要知道，这有些人经历过高山明月，他是看不起那小桥流水的，被迫年龄大了，马上30了，那开始被家里人安排相亲啊，见了不下是几十位啊，没有一个合适的，那一个个理由都可以出书了呀，哎呀妈，都赶上我想出那个相亲那些事儿了。有的呢长得是跟李逵一样5大3粗，一点都不阳光，有的个子太矮，生个孩子他都得操心孩子基因不好，有的呢对他太抠啊，吃个饭都得点个盒饭的，有的不是自己条件差的，就是那爹妈穷的，难得自己喜欢啊那么1、2个，哎呀，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觉得他性格高傲不主动，反正啊这一年相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呀。我问他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啊？他说要对他好的，条件好的。我问他什么才算是条件好的？他说起码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存款得有个7、8位数吧。哎呀，我一听啊，姐们儿，现在多少人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怎么可能会存下那么多钱啊？他说我前任多么的有钱呀，哎呀，还要给我买房啊，彩礼要给我定了100万了，我要这种条件的。听得我啊反问这个姑娘，那最后为什么人家没娶你呢？他就有些结巴，哎呀，这个，那他是爱我的，只是家里不同意。听完姐妹儿，真的，你这个自我安慰、自我洗脑哈，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他说我怎么自我安慰了？他就是爱我的呀，不然怎么愿意出那么多的彩礼？我们还一起去看房子嘞。大家来听听啊，这就是为什么海王就那么招女人喜欢啊，因为会画饼啊。我是真无奈啊，姐妹儿，你是一点都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有钱人谈恋爱往往先看重的是他们的短期特质，比如说年轻貌美一推倒，对吧？可这个特质呢，多数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指数级的速度消失的。也就是说呢，有人找你谈恋爱，刚开始可能会喜欢你的肉体，在一起之后他会喜欢你的性格，之后呢他会喜欢你的才华，再之后会喜欢你的灵魂。如果你只能提供肉体上的满足的话，那只能是短则关系，结婚娶不娶你那是要看长期特质的，一定是要看你的性格、人品、修养以及能力，还有你的家庭背景等等，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儿。也就是说呀，倘若你依然没有具备那些让他可以长择你的特质，你依然找不到的。这就是大龄剩男剩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因。你眼里的择偶要求啊，是远高于实际你的特质的。那呀，眼里就光剩野屎了。这姑娘听完呢，起初表示不服啊，最后也被我说的是服服帖帖的。我倒不是看不起她，而是见识层面的东西啊，总不能我跟你说公司人事管理的培养方式，你回答我3姑6婆谁家生孩子，这真的是有点沟通不来啊。尤其是奉劝那些曾经谈过很多优秀男人的姑娘哈，和谈过那些漂亮优秀女人的男人，把过去都放一放吧啊，看看自己现在还能不能配得上。你到底是见过蓝天的雄鹰呢，还是扑棱蛾子的家雀，对吧？人总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大白天总做梦，那不干活吗？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生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啊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2人在一起嘛，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他的敏感自卑不仅仅让他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他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啊。谈了3年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
一开始她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但事实却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两人谈恋爱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他们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麻烦现在的闺蜜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五一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这闪婚的结果她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谁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好心没好报不听劝早晚黄。听完我去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可拉倒吧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教人呢一遍就会。他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他结果教他，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我不放心，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也没你这样的，
你替人家想想，以他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种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嘛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奉劝那些老婆嘴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哎呦，老堵心了啊！刚回来，哎呀，那个气人呐！人女方父母当场提出要彩礼16.8万，这个5金不是3金6万，改口费1万，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另外呢，要办2场婚礼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再给女方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不能低于30万，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这完全不能接受啊！你这不是宰人吗？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那父母也都是普通人攒了一辈子的钱，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是1分存款也没攒下，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女方妈妈语气特别强硬，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我女儿人好看，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我当时在现场，哎呀，听完那些要求说实话我都愣住了，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你自己是做家政的，1个月赚5000，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你攒了有多少钱？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你就算天天有活干，1天300，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工作刚稳定的人呢，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还要掏空家底，甚至举家外债，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你觉得现实吗？人女方妈妈真的大言不惭说，我们要是有儿子那别说80万，就100万我们也得娶。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我问他，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的？你女儿今年28岁了，咱说点现实的，如果一旦分手的话，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打击咱都说宁拆女做庙，不毁一桩婚呢，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他绕开我的问题就一直在这举例子我们那一起干活的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的，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我就反听这些话之前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你这说话的逻辑它是有毛病的。你羡慕那你就去找有钱的，你干嘛找个没钱的非得要跟人要钱呢？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男方这边的意思说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女方父亲一直不咋说话，突然从沙发起来唰一下站起来了，也没打招呼开门就走了。那可能气的就剩他妈妈在这说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人家彩礼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我们已经让步了。我就问女方，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按照习俗来讲的话，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刚说完这一句他又打断我，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现在娶媳妇都困难，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反正你们要在现场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反正就听她爸妈的。商讨到最后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车子可以买到20万，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让。听完这男方直接起身你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50万你当50块的。男方直接说这婚我不结了，谁爱娶谁就娶，摔门就走了。把我自己扔在那儿，我是很尴尬就这样，两人的爱情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却败给了一场订婚。
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慨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啊？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你看古人说的天成佳偶是知音啊，共苦同甘不变心，花烛洞房亲接吻，春宵一刻胜千金啊。但现在呢，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起床挤地铁，上班加班，点外卖回家睡觉，日复一日的领工资，还着房贷，然后结婚生娃，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啊，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啊，这些普通人啊，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因为被生活压榨，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啊，懂你的不易，关心理解。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很多人问我啊，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是好的感情啊，不容易，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上午一位32岁离异带娃的姐妹来找对象啊，哎呀，我让她气的她差点没给吐血啊！我问她想找什么样的，她说这个人呢，稳定工作，年薪30万以上，彩礼28万呢，要求市中心得有房子120平以上，全款而且得加名，带儿子改嫁，嫁人之后啊，不能上班啊，要负担女方的一切生活开支啊！我一听完啊，这血压直接就蹭的上去了啊！哎呀，我就瞪了一眼那池子里的王八，这今天这门啊，咋给我看的呢？我问这姑娘自身条件啊，她说是32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家待业嘛，也找不着工作。娃4岁，离婚呢，前夫净身出户，车房都给她了，母子俩呢靠着前夫给的这个2万块钱的抚养费啊生活。听完我就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啊，完了，又是一个把我这当寺庙啊梦游来许愿的。她说自己离了好几年的，哎呀，就是嫁不出去了，很着急啊。我说你想找条件好的，当然嫁不出去了，那本身你自己条件还也不咋地啊。他说我自己这要求很正常啊，哎呀，他哪个朋友哪个闺蜜哪个亲戚的，哎呀，好几婚的依然嫁得很好，说我鼠目寸光。哎呀，那是啊，那网上那些鸡汤多了去了，都是励志的。80岁老太太带重孙子出嫁，彩礼都能要个几十万的，你为啥就没嫁出去呢？好几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觉得养不起自己和孩子了，就想找一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居住和生活费。哎呀，真的是会做梦啊！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大冤种提款机啊！但凡你独立一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帮对方啊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索取不付出啊，一定会有一个男人啊愿意善待你跟孩子的。要是你只是图人家条件，哎呀，还没一个做生意交换应有的操守，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吧？他听完觉得被打脸，有点疼啊，赶紧说呀，自己要求啊其实已经很放宽了啊，这男方如果真心对待他好的话，他也可以嫁。哎呀，可他这相了好几年了，还是没嫁不出去啊，他就愁啊。我一听，你要只是想嫁出去的话，你赶紧去农村啊，那大把的光棍都等着你嘞。前2天有个女的，人家都3婚了，带2个娃，一点都不愁嫁，在那里啊，照样一堆人抢着认识呢。这彩礼都要了38万，房子只写他自己的名。你这条件去了，简直了哈，那简直就是香饽饽啊！他一听啊，就跟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农村呢？那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太破太烂了。行，你不去农村，你愿意认识那些有房有车离异带娃的男人也可以，照顾好老公，照顾好继子继女的。他听完呢还是不愿意，我自己都带一个孩子了啊，我男方再带一个，家里开销太大了，生活肯定过不好，而且我也没精力照顾人家孩子。哦，听完我是懂了，你就是想找一个有车有房，工资高，高大帅气，对你还有你的孩子好的。可人这样完美的男人，你凭什么就认为他会想要认识一个长相一般，身材一般，还没个工作，还带个男娃的你呢？给你养孩子是他自己孩子不香，还是他脑子瓦特了呀？他听完就很不愿意啊，说这人呢都是很现实的呀。那头婚的时候冲动嫁错人了，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那就想着2婚找个条件好的呀。我一听啊，你这年轻未婚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这离异带娃就能找着了吗？咋离异还能给你镀了金镶了钻了？还是你有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的本事了呀？哎呀，要啥本事啥没有，别净想这想那的。为啥你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都没有数吗？你嫁不出去就别怨儿子，带儿子再婚过得好的多了去了。先有个自我认知啊，啥条件咱就配个啥条件的，不想就低也别攀高。你别净想着占人便宜，像你这么自私的，哎呀，娶你的人，这祖宗气的呀，他都得从坟头里扒拉出来，头顶在冒烟啊。他听完特别不爽，就不愿意嘛。我怕他掀我桌子，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了他好一会儿，先回去找份工作啊，把孩子照顾好嘛。这世道呀，多靠自己才有安全感。好啦，散会。
整天听我讲这么多道理，咋还这么异想天开的啊？我得回家吃降压药去，气得不轻啊！今儿啊，我让一姑娘给笑死了啊！有些人呢找对象那都是找怼的呀。她说自己有一个谈了3年男友，哎呀，特别没有上进心啊，快30的人了，一个月拿着8000的工资，除了2人吃喝，那真的连个毛都剩不下。她想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啊，那都买不起啊。她又想着自己身材又好，长得又美啊，那跟个没上进心的人，那不太亏了吗？就跟我咨询打听啊，她在相亲市场上能找个啥样的？有没有条件更好的一些啊？哎呀，补充说一下她男朋友的情况啊。28岁，本科学历，在国企的管理岗，月薪8000左右。父亲啊是个医生，母亲是个教师啊。这家是南京的啊，南京市里有2套全款房。我一听这男方条件还可以啊，我问他什么条件，他说呀，28岁，在超市做库管。哎呀，听着也是管理岗啊，一个月2000多点，忙的时候加上业绩啊，能得到这3500。父母在农村务农，家有自建房3套，独生女。我听完着实是有点震惊啊。姑娘，你说的对啊，你男朋友啊不仅没有上进心，还一点都不像老爷们儿。1年10万，国企工作，父母双退休啊，有车有房还2套，居然找了一个农村妹，一个月2000，还得给她买包包买化妆品，还好心供养了3年。你这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啊，咱能不能有点追求？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这姑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呀，跟我说呀，我闺蜜啊，那男友无敌了啊，28岁人自己创业，1年轻轻松松入账50多万呢。她亲戚家的表妹啊，那嫁的是企业高管啊，又有钱又有权呀。到他了，哎呀，嫁个月薪8000的男人啊，心里是越发的不平衡啊！哎，听完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这比的都是些快30的男人，你应该比人家比尔盖茨啊，21岁就创办微软，扎克伯格20多岁就是顶级富豪，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啊，28岁就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的美元。你男朋友都快30了，还默默无闻呢，你就想着，哎呀，拿着月薪8000的工资，明显就是能力配不上你，听我的啊，分了吧。这姑娘反过劲了，问我说，哎，你是不是说反话呢？我说你自己品吧。他说的想趁着自己还有2年的青春啊，找个靠得住有潜力的男人托付终身。我问他什么是有潜力啊？他说这市中心啊，有车有房全款啊，年薪30万以上，独生子，个子高，长得帅。哎呀，姑娘，你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哎呀，想想我也想啊，可人家也得收吧。你所谓的托付是想靠着男人养你一辈子吧？哎呀，不工作，不还房贷，不还车贷，一天天还能美滋滋的各大商场去 shopping， 美其名曰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压榨。他说他自己也有优点啊，长得漂亮，男人见了都会喜欢上。我一听拉倒吧啊，有这条件的男人，人家要么找个家庭条件相当的，要么找个工作匹配的，要么找个就年轻漂亮的，你哪个沾边啊？合着相亲市场了就你一个女的呗。昨天一个98年，你说啥？你哎呀长得真好，刚毕业就来找对象，人家不比你年轻漂亮吗？择偶要求啊，男方有车有房，接受贷款，学历本科，年薪10万就可以，想着2人一起奋斗啊，什么都会有的。你瞅瞅你啊，想来相亲你也得有点那个啥数吧，几斤几两都不看看吗？你负责美貌如花，他负责赚钱养家，人家是赚钱越来越多，你这朵花却慢慢的凋谢。如果身上没有利于他的输入价值啊，我想着人家该换花了吧。有些人你就想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啊？谈感情就喜欢看着锅里吃着碗里，骑驴找马这事啊，那是王八犊子干的。你要是相亲啊，你看不上人家条件啊，眼高手低啊，你直接给人拒绝了，那没人说你道德。你说说啊，你都谈了好几年了，突然要权衡利弊一下，哎呀，我男友这条件是这不行那不行，这配不上那配不上的，还没点自我认知啊！你这条件明明就是配养猪王老五的命，哎呀，偏偏认为自己就是镶金带钻的。还有那些说别人没上进心的啊，你直接点说你钱不够花不就行了吗？扯什么上进不上进的，哪那么多事啊？好了啊，散会。我跟你们讲啊，上午有一姐妹来许愿找对象，哎呦，我跟池子里那王八们啊，集体给气吐血了呀！我问他多大，他说自己是24岁。我一听老天爷呀，我是一点都不相信啊！这脸上的褶子比我的都多。我要看身份证，他说没带，又说身份证上面是34岁，实际年龄是28岁，反正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他到底多大啊？我没弄清楚，我就先跟他唠吧。他说自己是大专学历，父母务农，没车没房，有一个哥哥，而且还在外打工啊。身高目测155左右，身材偏胖一点。我和他唠嗑，我就惊在他的择偶要求上了。他和我说呀，自己穷怕了，哎，父母没有钱，自己也没有钱，在药店工作，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信用卡还有负债，都不够自己吃喝的，所以他特别着急找对象，想找个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房啊，这个年收入在15万以上，彩礼要给20万，每月再给他5000块钱生活费，工资卡要上交。我一听啊，哎呦我的娘呀，真的嗓子眼里顿时觉得进了个苍蝇屎啊！你是上不去下不来呀！我就和他讲，大妹子，你颜值够用吗？身材抗打吗？
工作体面吗？家境如何呀？收入怎么样啊？你自身的水平能不能配得上你的要求呢？他说正因为我啥也没有，我才要求年薪15万，不然呢我这我都看不上。哎，听完我是直接给愣住了啊！相亲市场上他总有这么一类人啊，知道自己条件很一般，钱、权、资源、见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觉得自己得找个有钱的，不然这辈子都得翻不了身。我是最看不上这种人的啊！人家综合评分98分的，凭什么要选你这综合评分6分的？还要零花钱呀？你是他生他养的吗？还是天生残废、缺手缺脚啊？他说男人给女人花钱那是天经地义的，哎，我得找个条件好的，是想要个保障，要个安全感。我觉得我这要求不高。哎呀，我跟他说啊，你这要求啊确实不大高。前2天呢，有一个姑娘找对象啊，人明确就说了，我是1分钱都不陪嫁的，还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300万以上，年收入不能低于100万，可以接受他年龄大的、丑的、离异的啊，只要有钱，其他条件都不限的。最后人还真的嫁出去了，男方比他大了15岁，婚前给了他一套别墅、1辆宝马，彩礼有58.8万啊，生孩子当天还给了50万的零花钱嘞。他一听啊，哎呀，我也想找这样的啊！你可拉倒吧，人那姑娘身高175，肤白貌美，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哎，跟模特一样，还是留学硕士，工作也很体面，人家是有资本的呀。你瞅瞅你自己是有什么？他说那我也找个条件不用这么好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就行。我问他啊，有一位男士啊，大了你5岁，哎，身高160左右，偏胖，做生意的，年收入30万左右，起早贪黑的都得干活，你愿意认识吗？他一听不行，哎，男方太矮，长得太丑，工作还不体面，说想找个175以上，工作坐办公室，长相看得过去的。听完我是哎呀，真的很无语啊！就你现在这条件，哎，负债累累的啊，你买个镜子都得上闲鱼上淘2手的吧？你想找个条件好的可以，你得让人家能有娶你的资本吧？相亲找对象哪个不现实啊？谁都想找个条件上能利于自己的。你想找全款房，哎，不想要贷款的没有毛病，但你得认清现实，你要凭自己的能力能找一个全款车房的，而不是硬逼那些没有能力全款去买房吧。有个逻辑它是错的，你不能因为你没有，所以你就想找一个什么都有的，你这是直肠通大脑上去了，你这不痴人说梦吗？他听完啊，结结巴巴要怼我，说我这思想不对，这对不对啊？自有旁观者来断啊。那些在择偶要求上面不看自己条件，一味就是我要我还要我都要，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啊！你多问问自己，你愿意嫁给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男人吗？人同样啊，有这条件的男人，谁愿意娶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女人呢？那些想通过婚配啊来实现阶级提升的，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很迷幻。人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也穷，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偏的啊，越穷越觉得自己哎呀就值得更好的，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根本就入不了那更好那位的眼呢。丑人多作怪，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听完给他气的啊，说我鼠目寸光，不懂男人。我也气得要命啊，赶紧关门送客呀！最近是娃娃偷懒，啥人也给我往里放。哎呀，相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是给大龄男女交对象啊，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们随时会因为点啥干一仗。我给一对大龄男女交对象啊，相亲5个月呀，男方呢是吃喝拉撒全管了，满心期待去表白，女方回复呀，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对你没感觉，气的男方是撂挑子不干了，没感觉你早干啥去了？舔了你5个月呀啊，你说你这良心不痛吗？大姑娘一句，我只有看到你的表现，我才能知道有没有感觉，对吧？于是呀，这男士一纸诉状向我讨个公道。男方是92年的啊，今年31岁，985本科，在国企工作，年收入10万左右，父母啊是农村的，市里啊好不容易交了个首付啊，这个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女方呢32岁，比男士还大了1岁啊，身材保养确实挺好，2本这个本科院校啊，私立学校当老师，年收入在7、8万，没车没房，父母也是农村的，还有个弟弟。刚见面啊，两人的聊的确实不错，印象也都很好，反馈也都很积极。见面之后啊，这男士啊一有时间就主动约这个女方，带她是吃喝玩乐啊，送她小礼物，花了她也小几千块钱了。姑娘呢都不拒绝，按照这个节奏啊，两个人在一起的概率啊，它是非常大的。但随着认识时间变长啊，男方啊就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了。哎，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这个女方，女方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或者是约他。另外啊，这么长时间了，约他也有个10回8回了，每次都是男士买单，女方从来不主动表示，那这意见啊，他就比较多了嘛。上个月呢，这个男士就想着，哎呀，认识这么久了，该确认关系了吧？他就主动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拉这个姑娘的手，结果人这姑娘无情啊，直接把男士的手给甩开了。男士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呀，主动问这个女方，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人这姑娘说啊，你人很好，就是现在呀，我没太有感觉，再相处看看。
好吗？就这样又追了1个多月呀。昨天啊，这男士就想着啊，这不端午节了，就买了一堆东西啊，给女方送过去，到他楼下嘛。结果这女方出来拿东西就要准备走啊，男士拉住这个姑娘，就表白啊，说自己啊喜欢你很久了，愿意去真心的待你，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这个姑娘呢，听完也是原地啊考虑了一下，转身跟这个男士说呀，我对你啊还是没有感觉，要不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你去找别人吧，也别耽误你了。这话一出啊，男士就问啊，怎么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说呀？追了5个多月了，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你说没感觉？这姑娘听了也不满意啊，嫌他态度不好。你追求别人总是要付出成本吧？我也付出了5个多月呀。再说我们俩刚认识，我怎么有感觉？我只有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你对我好不好，我再看看有没有感觉吧。就这样啊，男士气的是一把夺过买的东西啊，转身就走。姑娘也很生气啊，在后面就喊着，就你这样的娶不上老婆活该。气的男士也怼他哈，你嫁不出去也是你活该。好了，回来呢就给我打电话。哎，听完呢我也是服了啊，5个月呀，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打赢3大战役了，胜利在望，你5个月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牵上，你这是大智若愚吗？我后面打电话给这个姑娘，我也生气啊，人男士追了你5个多月，你给拒绝了，于情于理你也得给个说法吧。她说呀，自己一看到男士就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哎呀，听得我是真的无语啊！你都买来猪了，你才见猪圈，你早干嘛去了呀？你都这么大人了，白耽误这半年啊！这姑娘说呀，我也浪费了半年呀，这谈恋爱哪有刚一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哎呀，听完我说啊，你挑你选啊，这事没的问题，但你不能不喜欢还吊着别人吧，这事就不对了呀。他说我没吊着，哎，我就是感觉没感觉，我就是想考察看看呀，这有问题吗？我问他你想要什么感觉啊？他说呀，想找一个有领导力啊、有见识、有阅历、还见多识广的人，尤其对那种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人，就特别容易两眼冒星星。我劝他，哎呀，你快别冒星星了啊！这种男人啊，不止你喜欢，那谁听了谁不喜欢呀？这种男人同龄的早就结婚了吧，还等你捡漏呢。就算你能遇到他，你能 hold 得住他吗？你有那抗风险能力吗？你都32岁了，相亲也有3、5年了，为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对象？你心里咋就这么没数呢？我看你是多大的屁股就穿多大的裤衩子，老老实实的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吧。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没感觉坚决不将就。哎呀，这女人说的没感觉啊，一种呢是你的外表长相、经济实力啊、社会地位、社交能力等等各项指标都不咋地，没有吸引她的点，也就是说呀，是条件不行，人也不行。第二种呢，就是你条件还行，但人不行。哎，要么你长得磕碜啊，不咋地，嫌你丑嫌你矮，要么你就是你不大会撩她的情绪，不会和女孩子说话呀。那有些女人就评价你，哎呀，情商低下头。这种呢，她就不太舍得放弃你，因为你条件好呀，答应在一起啊，心里又觉得憋屈，因为不喜欢你啊，她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啊，看能不能遇到更好的呀，先拖着你，或者能不能产生喜欢你的感觉。遇到这样的，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最多2个月，如果不同意啊，就抓紧放弃，千万别有幸存者偏差。哎呀，万一这个人同意了怎么办？哎呀，万一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啊？别做梦啊！前1个月的相处已经决定了99%的概率，越往后越不可能，除非啊这人类灭绝就剩你俩了。好了啊，下课。今天呢，咱讲点相亲市场上现实的东西。35岁以上的姑娘啊，我以后不收了，这是市场决定的。我记得我说过一期啊，希望女人能够早点结婚，千万别拖到30岁。哎呀，想想当时那个画面啊，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呢，被喷的那是体无完肤啊，一个个的都跟拿那个霰弹枪一样，朝我发射，都不带解恨的。啊，有你管，宁可不嫁也不错嫁。哎，女人过了30岁依然活得精彩，2婚带娃我也能嫁高富帅。行，维持你的最后的面子啊，你就做梦去吧。有一位大龄姑娘，今年是33岁啊，当年她很着急的来找我找对象啊，也就27、28岁，人条件挺好，在事业单位上班，有车有房，长得也挺漂亮。那个时候呢，还不到30岁啊，想认识她的男士呢也有不少。她说自己择偶要求不高，想找一个有眼缘，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行。这要求一听啊，像是那不算太高的，可后来介绍起来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给他介绍个身高170事业单位的，嫌男方哎呀出门走一起啊丢人；介绍个185做老师的，嫌男方啊太高太瘦的和骷髅架子一样；找个公务员给他吧，哎呀嫌男方姿太高不想被拿捏；好不容易啊找个个子也不错，长得也舒服，在国企工作的，又嫌人家太忙没时间陪他。好了啊，折腾了好几年，介绍了不下20、30位，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呀。今年折腾到33岁了，和我说后悔了。现在呀，不管谁，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嫁了，想闪婚。这女人一旦过了30岁开始啊，相亲对象的质量确实是明显下滑一个档，一位不如一位。她还反问我啊，为什么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
姐们儿，你是心里真的没数吗？和你同龄差不多这类男人，人家都结婚了吧？那剩下那些屈指可数优秀的，都嫌你过了30了，人家还想找年轻的来。本来资源就不多，一堆女人还跟你抢，你还各种嫌。他说我这不是年龄大了，越来越不甘心吗？也不想将就的找个差的吧？嘴上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人好就行。结果呀，就想捡漏那10000度近视的高富帅，退而求其次，也要高富帅占2项以上。刺激的我是血压是上蹿下跳的。有时候啊，难得遇到个合适的让他来看看，不是今儿没空就是明儿没空的，让他给气死了啊！错过了又是各种的后悔，想吃回头草，人娃都给造出来了，你说那话有啥意义呢？我说咱要是没合适的，那就看看离婚的吧，离婚有不少条件好的。他坚决反对啊，生气啊，说我未婚怎么可能要嫁给离异？行吧，那就再等等看看。前段时间啊，他家谁亲戚啊，就有一个比他小9岁的表妹结婚了，完了崩溃了，焦虑了啊！害怕自己嫁不出去，觉得自卑丢人，和我说闪婚，条件好就行，不挑了啊！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一个同龄的170左右，国企管理岗硕士学历啊，男方条件很好，就是胖点。这俩人呢也谈上了，没出1个月呀，又拉倒的，这给我气的，真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嫌男方处处不主动，啥都得让他来做，吵架呀都不愿意哄他，听得我呀，他不哄你不会哄他吗？很生气的对我说，那不成，哄是男人的事儿。行了，我也给怼的是哑口无言，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呀，只要是一看他给我打电话，我那个魂儿再跑一个。不是我制造焦虑啊，姊妹们啊，你们听我一句劝，女人一旦过了30岁，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资源会越来越差。当然呢，男人也不咋地，只不过相对来说啊，女人过了30岁，这外貌体态变化就会很明显，生育价值也会相对贬值，这是市场决定的。你见市场上谁不想买早晨的白菜啊，又鲜又嫩的，那晚上的白菜你要搞个特价的，瞧你的还都是一堆老娘们儿。你优秀不假，你赚的多也不假。我也承认啊，太多的大龄剩女啊，拎出来都要比那些好多男人强。可这个市场呀，你要比的不是你的经济价值，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这才是你的牌面。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有活力，性格好，对吧？你要是年龄大点啊，咱有点女人味儿，温柔点，赚的钱帮男人分担点压力也行吧。啥玩意儿都不愿意给，整个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回家呀还得被你压迫着。这日子除非是脑子抽了风的极度爱你的人才愿意和你这样。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啊，不要因为忙，因为想赚钱，因为想工作而耽误自己。聪明的女人啊，人早就从年轻开始下手了，主动扩大一下异性圈子。你不找啊，耽误的是你自己。后面别嫌年龄大了，找不到就行。你要是找到条件不错的啊，千万别作别闹，好好珍惜啊，早点结婚。错过了你哭啊，你都没地儿了。一大早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博士啊，要找对象，愣是血压给我干到了180呀。84年未婚，在深圳工作，年收入50多个，收入还可以啊。他来找对象，点名就要找条件门当户对的。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他说男方呀，硕士以上学历，身高不低于170，全款车房，年收入要100万。听得我直接是愣住了啊！还没完，接受离异不接受带孩子的，另外要求男方人品端正，性格要好，情商在线。听完我就头疼啊！越是年龄大，条件优秀，越这么找对象，他越找不到啊！我问他，你觉得深圳这寸金寸土的地儿，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全款？他说年薪100万就可以啊，攒个几年，怎么就不能买个房子嘛？我问他50岁的考虑吗？他一听不考虑。我还不到40岁，那找个50岁的，那绝对是对方占便宜了呀！我说这除了年龄上大你一大截子的人能接受你，同龄的男人能符合你这要求的，他也不接受你啊。他说我一年50多个，有车有房，不优秀吗？那多少男人都比不过我，怎么就不接受我呀？听得我那急的呀，怎么40岁的人了找对象还跟做梦一样呢？相亲讲究的不是你条件多好，而是总分相当的情况之下优势互补。互补懂吗？你的优势是你有钱，他的优势是他有钱，这不是互补。古人说呀，郎才女貌，现在呢很多社会企业家都娶女明星的，那你啥时候看到企业家娶女企业家的？有，很少。那些年薪达到100万的男人，在中国也算是凤毛麟角了。他的优势在于有钱有车有房，他缺的一定是性格温柔贤惠年轻漂亮的另一半。优势互补存在，两个人才能够紧密稳固的结合。他听完反问我呀，我就没有优势吗？我问他婚后你愿意拿出钱来给家里花吗？他说不愿意，现在不都是男人负责养家吗？咋地？这男人赚钱养家，你的钱你自己花呗。这姑娘说对呀，你看看你把你唯一的优势都给堵住了。他赚的钱负责养家，还要为了你的要求买车买房，全款付出那么多，他跟你在一起图什么呀？还是你说是盘量调顺，长得像明星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性格超级温柔，等他来互补呢？想必也不是吧。
这姑娘听完和我说呀，如果我要求很高，但我降低一点可以吧？年薪60万我也可以勉强接受。我一听，我的妈呀，没有。我好心劝她，你可以找一下男人其他的优势，那些年薪20-30万的，有房虽然有贷款，但性格稳重，工作稳定，那父母家庭教育比较好的都可以啊，你们互补，男方也有愿意认识你的动力。这姑娘一听啊，摆手就走，我不想找低于我的条件的，不然我干嘛要嫁人呢？还不如我自己活得精致。哎呀，听得我那个急啊！想找对象你就得换位思考，按照你的要求，别人又要有钱，又要提供车房，还无贷款，平常出钱负责整个家庭的开销，同时还要幽默有趣，说话体贴，让你精神满足。他图的是个啥呀？他找谁不行？有这条件，他为什么不找个25岁年轻漂亮的姑娘呢？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老阿姨，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哎，长话短说，咱们来好好听。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不排除真的慢热，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两人刚开始加微信啊，这个聊天不宜过长，2到3天最多，抓紧见面。见面之后呢，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聊天呢也不热情，基本呢那就凉凉了，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不用猜啊。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聊得越好越没有用，你喊宝贝都没有用，早点约出来见面啊，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相亲啊，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哎呀你喜不喜欢我，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对方喜不喜欢你，多问问自己，你和他约会了几次，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相亲啊，尽量少说话，多听听，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千万别反驳啊。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一味的去夸赞自己，对吧？要尽量的含蓄低调。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你家有车有房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相亲见面呀，这个洒脱自然一点，不要去想那些结果，越紧张越客气，这事就越慌。结果无所谓，不成啊，咱就下一位嘛。相亲对象如果长相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是有原因的啊，高不成低不就，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男人呢，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给你个建议啊，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但是头脑要清楚，言谈得体，有礼貌，情商较高的女人，不要只看脸了。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不是你为人不好，而是你外表长相、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各项指标都不咋地。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而且比你看吃哪一个的时候，这倾向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这不就出来了吗？好感度直接拉满，气味好闻呢，桃花运才会更旺啊。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这款沐浴露啊，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舞者呢是花果香，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爱笑、性格很好的男性啊。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如果相亲啊，我是建议你啊，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也可以啊替换使用。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城市越偏远啊，结婚年龄都会越早。无论男女，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有车有房就明说，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不要相差太大，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甚至相亲过很多次，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然后呢心态放平，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
最后送大家一句啊，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大家都一样的。哎呀，今天没让一姐们给我整破胆啊！36岁离异不带娃，大专学历做服装销售的，来找我找对象。哎呀，列了整整6条择偶要求，跟我说呀，哎呀，这是最低标准了，可以全国征婚，哎，地区不限。王八听了都得摇头啊！你还是县地区吧，搁一个地儿霍霍也就无所谓了，你别搁全国都知道啊。这6条择偶要求如下啊。第1条，男方是40岁以内公司高管，年收入不能低于40万。哎，第2条，长相帅气有眼缘，会打扮，哎，身材好。第3条呢，固定资产不能低于1000万，存款不能低于7位数。我的娘啊！第4条啊，房子面积不能低于140平，如果在北上广1线城市，可酌情放宽到120平。车子是 BBA， 售价不能低于50万。这第5条，学历啊，985、211重点硕士以上学历，理由啊，人家学历低，那就得找个学历高的。这第6条，父母家庭呀要有一定的实力，做生意做买卖，家庭年收入得7位数以上。哎呀，这大妹子啊，一气呵成，思维逻辑是异常清晰啊，一看毒鸡汤就没少喝呀。听完咱仨不得不佩服。我问他，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择偶要求有些不切实际吗？他反问我哪里不实际了？现在光棍多了去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个好的呢？这个我什么条件不重要啊，我是女的，能给他生孩子，把家里给他照顾好。再说呀，我长得漂亮。哎呀，这位姐姐，我是不忍心刺激你啊，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你动不动就得刺激我就不地道了。你穷买不起镜子没关系，我批发给你，我白送。这姑娘不愿意我说她啊，说自己已经错过了一段，那如果这段再找不好啊，那自己干嘛要结婚嘞？哎呀，我一看这架势，那又没人求着你结婚，你这还委屈起来了。他说呀，这要求啊是最低了，哎，我不想妥协，要不宁可不嫁。听得我是真的那个无语啊。你用妥协这个词，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什么是妥协？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700分，你考了705，那在清华选不着好专业，只能去冷门专业。这个时候你为了清华这个牌子，哎，你选择妥协，或者退而求其次，你选择其他985的热门专业。可你明明就只考了400分，然后问我要不要妥协，你觉得你有可选择的余地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吗？这姑娘说听不懂，哎，不重要啊，跟我说呀，自己也不差，有车有房有存款6位数，吃喝不愁的，干嘛要嫁给条件不好的？那不是好白菜让猪拱了吗？好嘛，姐姐呀，真的，我实在是不忍心怼你了啊！你啥时候见过好白菜有剩下的？那些贱卖的都是卖不出去的，晚上没法了，打折处理了，切吧给喂猪了。你自己明明就是觉得亏了屈尊了下架了，哎，让别人给捡到宝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本质就是在于你太高估你自己了。这话一出，给这姑娘气的啊，说自己条件很不错呀，他们都夸她好看且年轻，而且身材火辣，这个皮肤保养的很好。听的我是觉得这姐们啊，脑子是有点拎不清了。你觉得一车再好，法拉利开个10年20年，它发动机是不是得生锈吧？你搞不好上路啊，它都得漏油。这个年纪啊，本来最大的魅力就不是比年轻好看了，你非得整的外面锃光瓦亮，那咋地？别人不开车吗？这一开车质量好坏还不清楚吗？这顿输出给这姑娘气够呛啊，说我物化她，我是真没那意思呀。你这择偶要求，那不就是大白天做白日梦吗？真的别怨我说话不好听啊，实话就这样，你得分得清楚现实情况。我个人用的99新的一手奔驰，我半年我就算再怎么造出2000公里来，你觉得我可能1万块钱包过户给你吗？现在啊，你是离异而且大龄，你都熟透了，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压根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接着呢，这姑娘就拿出她的好多照片啊给我看，那意思就是证明啊自己的颜值啊。哎呀，这世上啊80%的相亲女人都觉得自己颜值中上，那剩下20%里面还有一半啊觉得呢自己是美若天仙呀。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会舍得对你说大实话的。我妈还天天夸我长得比嫦娥都美嘞，这话你要听心里，哎呀，我都觉得那思聪见了我都心动啊，你这不是扯犊子吗？反正啊，我劝这姑娘啊，那放低要求，找个离婚的，有稳定工作，人品好的。结果让这姑娘给我一顿怼我，说我故意啊是用她消化我这边的光棍资源。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边的光棍你还真不一定能配得上啊！您快出门啊，往右转，我这边不伺候了。有些人你找对象啊，总说自己不想将就不想妥协，你得先搞清楚你到底是向社会妥协还是向你自己妥协，别两眼跟了抹了猪油似的啊，看不清。来找对象要车要房要100万的年薪，还要几年收入的彩礼，那是男人傻还是你傻，还是我这池子里的王八傻啊？看门没看住呢，老是不自量力呢，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
有一位男士啊，29岁，相亲认识了一个31岁的姑娘。虽然姑娘年龄大点啊，但是也算是盘量调顺，看着很好。这男士又特别有自信啊，哎呀，自己年轻又帅气嘛，条件还不错，985的硕士研究生啊。这姑娘才是一个普通本科，他就想着这1个月啊没问题，肯定能拿下。于是呀，是早请安晚问候的，天天就差追这个屁股后面去了。哎呀，一到周末就约出来，那显得是老积极了啊。可这姑娘呢，就是不温不火，你不约她，她不出来；你不发信息问她，她是不带回复的。哎呀，一问吃什么，随便去约会吧，看时间，给她送点东西啊，还得看她脸色。哎呀，这1个月呀，这舔狗当的是直接没了尊严了。这姑娘呢，就有个闺蜜啊，28岁，这个男士啊工作不顺，她就主动关心。帮男士是出谋划策追他朋友啊，没事呢就请这个男士出来吃饭，主动嘘寒问暖，节假日呢还主动发红包送礼物去慰问这个男士。哎呀，这男士就追这个姑娘1个月之后啊，突然是招呼都没打呀就拉黑了她，转身就跟她闺蜜好了，把这个姑娘气的啊。这姑娘知道之后就骂这闺蜜啊是第三者绿茶，明知道这男士在追她，还主动去勾引这个男士，不爽呀去找我告状。说自己其实也是喜欢男士的，但是就觉得呀，这男士啊才追了1个月啊，还不够努力，应该再追几个月，他才能同意。听完我是真的无语啊，让我直接给怼了回去。你这不是该吗？这不是作的吗？哪个男人不喜欢愿意主动关心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好的、认可他的女人？被别人挖墙脚，那也是你自己作腾的。为什么很多男人都吃绿茶这一套啊？绿茶的优势不是在于说长得漂亮、身材有多好，它的优点在于啊，它不像某些相亲的女孩子一样高冷。他会去主动啊对男人好，耍些小心机，对吧？对男人去投怀送抱，时不时的鼓励啊、赞美、吹捧、安抚这个男人。那男人的核心情感需求就是这些啊，那被鼓励、被崇拜、被认可、被理解，这些绿茶都做得会很好。抛开他们的道德素质，要是你的话，你会不喜欢那些能理解你、对你好的人吗？你会去喜欢那些整天端着啥也不付出，还指望着别人去主动去追去舔的女人吗？相亲市场有时候确实是太现实太冷漠了，很多女人总是去给男人很多的压力啊，认为男人就是要追我的，欠你的吗？这聪明的女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会撒娇认可男人，主动去关心问候，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啊，这个温柔软糯，哪个男人不喜欢？被挖了墙角就说人家是绿茶，你得反思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年龄还一直被剩下？记住啊，不是绿茶太优秀，而是啊对方呀是衬托的太好了。好多的相亲女啊，理所应当的去享受对方对她的好，也从来不夸奖这个男人，就一副啊你跟我相亲你就应该追我这样的高冷态度。礼物呢买的不好嫌弃廉价，红包发的小呢又嫌弃太抠，很少去表达赞美和欣赏对方，不懂得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看到的只有对方的缺点和不足。我呢也不是在夸奖绿茶，而是你需要啊从问题看到本质。当然呢可以指责绿茶挖墙脚不顾及道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从绿茶的经验当中去提升自己。正所谓呀，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要把绿茶的技巧学以致用。当你们的感情很好的时候，你觉得绿茶它可能会有机可乘吗？男人呢也是有脆弱的一面啊，不要总是因为这个性别偏见误以为男人就不需要关心和鼓励。绿茶呢正是拿捏了男人这一点啊，才能够趁虚而入。人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拒绝不了别人对你好，你也拒绝不了别人对你温柔的，温柔是很有杀伤力的。这种包容和理解，就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你别说男人了，我一个女人我就会很吃绿茶这一套的。真的，我现在脑子嗡嗡的啊，我就很搞不明白啊，那些说被男人追到手越快越不容易被珍惜的女孩子们，我是连带吃自己的王八刺猬啊，一起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有一位姑娘找我做情感咨询啊，96年普通本科在私企做文员，2月份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啊，93年的硕士做管理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个，不低吧？两人刚见面呀，男士对她很是喜欢，这姑娘呢也挺满意，于是呀，这个男士就开始追求这个女孩子，请她吃饭，陪她逛街，送礼物，车接车送，随叫随到。1个月之后呢，男士就发信息表白啊，说自己喜欢她，希望两人能在一起。谁知人家姑娘说呀，哎呀，太快了啊，再处一处。好，没关系，那咱就继续努力嘛。男士啊又追了1个月，昨晚呀开着车拿着鲜花呢，信心满满的去表白了，希望这个姑娘能做他女朋友，会好好爱她照顾她。结果被这姑娘呢是当场拒绝啊，我们认识才2个月呀，起码得追半年吧。男士就问她呀，你喜不喜欢我？姑娘说呀，感觉还行。接着男士就说呀，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你，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好，姑娘一听啊，你看你这态度啊，连追我都没有耐心，怎么可能会对我好？
好了，人男士呢二话不说呀，把花坠给扔地上，关上车门，开车就走了，给这姑娘给气得够呛呀，给我打电话吐槽说呀，这才2个月呀就确认关系了，那不就是骗我的渣男吗？我一听啊，那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他说喜欢，这是他遇到条件最好的一位了，但是他觉得呀，这个女人太好追了，男人啊就会不珍惜。有句话说的叫做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哎呀，听得我是无语又无奈啊。我发现有些女孩子你真的是在异想天开呀，当你把男追当做自己最大的筹码，你的价值定位啊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男追他还去不停的追你，珍惜你，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但凡他优秀一点，选择面更广，你那么难追，他干嘛还要去追你呢？人家早就去追别人了吧。你不断的给追求者制造困难，只会愚蠢的过滤走那些优秀的男人，到最后只剩那些追求短则关系的渣男，以及选择面不宽的男人。那时候你又开始抱怨，哎呀，怎么追你的都是些条件差的呀？你要分清楚啊，男人珍惜你不是因为你难追，而是你独特的吸引力与他沉淀的情感有不可替代性，他才会珍惜你啊。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那些真正优秀自信的女生啊，要么很好追，要么根本就追不到。面对喜欢的男人，他们往往都会主动出击，主动去撩他。他们很自信啊，自己有足够的魅力让对方来珍惜，也有足够的自信承受对方的不珍惜。好不好追只决定了一开始交往的关系。如果一个女生有自己的特长和独特的吸引力，那无论她好不好追，男人都会珍惜的。而一个女人呢，如果缺乏了这方面的硬实力，即便她一开始通过不好追这种方法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吸引力，那这种吸引力也会在正式交往之后开始迅速减退，蜕变为平凡人。所以啊，奉劝那些哎呀整天听毒鸡汤的姑娘们，多听听我讲的大白话，喜欢就主动一点，被动到最后啊都成了斗战胜佛了，是剩下的剩。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你们都拿我当池子里的希腊少妇啊，向我许愿。这事儿呢咱忍了，但是我就忍不了的是那血压经常突突的啊，时不时的还得被刺激一下。有一位男士38岁，大龄未婚，年收入40多个，就因为这个个子矮1.6米左右，不太好找对象。这个月初啊给他介绍一位姑娘，35岁，母胎单身多年，做会计的。你想找条件好的就别嫌他矮啊，你想早点结婚呢也就别嫌他年龄大了。于是这两人呢互相见了有2、3次面，哎呀都觉得挺合适。表白这事儿吧，人姑娘说啥也得要个仪式感，毕竟第一次谈恋爱嘛，这海边沙滩气球啊通通都得安排上，哎呀那氛围直加拉满。就这样呢两人呢谈了恋爱。哎呀下面这事说的就有点塞心了啊。今天呢是他们谈恋爱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就在刚才，两人气的是先后给我打电话呀，那说对方的不是。哎呀听得我是在中间啊是又好气又好笑啊。下面是他们分手之前的最后对话，内容适当删减，因为有些话是不合适发的呀。说个大概吧。这今天一大早呢，这姑娘就说啊，5一想出去旅游。哎呀看同事一个个都安排的挺好，出门散心啊，她也想去。男士就觉得呀，这现在安排啊有点晚了，而且5一出门啊人太多了，说要下一回。姑娘很是失望啊，跟男人说，是我不值得你付出吗？还是你在心疼你的钱，怕我出去花你的钱呀？这男士一听就给愣住了啊，赶紧哄啊，那你说去哪里吧，我们先看看攻略。这姑娘一听啊也不愿意，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改变主意？你的态度很是敷衍，好像感觉在应付。男士啊，哎呀想一想，难得找个老婆啊，哎呀没有啊，你想多了，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这姑娘听完就说，男士这话有问题啊，什么叫做我想多了？本来就不是我的事情，你不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男士就有点不太耐烦了，但是呢也没有正面去跟这姑娘抬杠。他呢就圆场说呀，哎呀是我不对啊，我不应该多想，那你看我们去哪里啊？人这姑娘就来了一句啊，随便。男士一听这话就抽得慌，随便是去哪呀？姑娘一愣啊，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主见？我说了随便，那肯定是希望你来做决定啊，你应该告诉我去哪里好玩，我们应该去几天，怎么玩吧。这个时候男士是吱吱有点烦了啊，那我们去自驾去周边玩吧，这个近还方便。姑娘一听这脸色和语气就不太好了，去周边难道是因为想省钱吗？这旅游就是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啊，坐飞机离开这个城市。男士啊实在是没法，就忍了忍啊，继续忍了。那去重庆吧，听说那里啊小吃比较多，环境还挺好。姑娘一听啊又不太愿意，重庆到哪都是吃辣的，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吃辣吗？难道不会考虑我的感受吗？男士到此啊是实在是忍无可忍，那你说你想去哪？你告诉我，我来安排。这姑娘一听啊，你什么态度？
跟我出去玩就这么不耐烦吗？这个时候男士可能已经被叨叨的哈，哎呀也不管了，直接就怼这个姑娘，你说话这么咄咄逼人，态度也不咋地，我和你没好几天，就你这样跟你过一辈子，那不得气死。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人互删拉黑，然后通通找我打电话打报告，说两人不合适。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哎呀，有些姑娘实在是作的我都看不下去了，这有话不直说，干啥都随便，一言不合就怼人，逻辑听不进，道理讲不会，哎，生气就转身，甩手就走人，生气先哄你，凡事都他错，吵架三部曲，删除拉黑提分手，这非得男人找你像哭坟，你才勉勉强强回头。哎呀，你们说气人不气人？昨天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哎呀，差点没气了吐了皮啊。30岁，本科在企业做管理，年薪15万左右，个子不高，长相还行啊。她的择偶要求啊是南方本地人，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身高175以上，年收入不低于30万啊，未婚，长相帅气，家庭条件优秀者优先考虑。好家伙啊，这一顿输出啊，都给整出个择优录取来了。我说你这要求就有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了吧？他说他现在是项目经理啊，以后还会这个升职加薪，对他来说啊，年薪30万不是梦啊。如果男人不够这个数，那他干嘛要嫁来？我一听你这意思就是你要赚了几百万，就得赚几百万的男人娶你是不？他说是呀，人都得现实一点，这不能我赚的多了成了我养男人吧？我一听，哎呀，我的老天爷啊，真的，为什么现在剩女越来越多，而且各个条件都不差呀？就是你整天要跟男人比经济价值，比谁赚的多，却不知道在男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就是你的年龄、身高、体重、外貌等等。我跟他说，我说有一个姑娘25岁，本科在国企上班啊，年薪6万，长得漂亮，性格温柔，人家的择偶要求啊是男方35岁以内，哎，年薪10万，工作稳定，有房就可以了。你觉得你们俩谁更占优势呢？他不管，一听就反对我说呀，那我赚的比他多，工作可比他好多了。我说你得看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吧，符合你择偶要求的这类男人，那条件都牛叉成这样了，30岁的女人能看上，这20多岁的女人一样也能看上，人干嘛不去追20多岁的小姑娘？他听完就有些不愿意啊，说我歧视大龄女。哎呀，我说你可别这么冤枉我啊，我这是在点醒你，你再这么执迷不悟啊，最后耽误的只有你自己。他说他不信啊，非让我给他介绍。我说这样，我把你邀请进征婚群里面，你自己发个征婚信息，看看有多少符合要求的男人愿意认识你，这不就完了？他说好，我还先把他邀请进了3个群啊，有2个还是高端优质群，基本年收入都是在30-50万的。他在这群里啊就发了自己的介绍和择偶要求，这信息啊一发出去之后，果然很多男人都加他。他一看，你看这下脱单有望了吧，还跟我炫耀呀。我说没事啊，你回家慢慢跟他们聊，跟他们认识就好了。结果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呀，特别生气的跟我说，加他的没有一个符合他的择偶要求的。有一位38岁的未婚初中学历啊，没房没车的男士加他，把他给气得够呛呀。这男士呢上来就表白啊，说自己的条件虽然不行，但人啊可靠老实，一眼就看上他了。这姑娘是二话不说呀，直接拉黑啊。还有一位男士呢是42岁离异啊，这儿子都上高中了。他加这个姑娘说呀，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一年也能赚个30多万。虽然年龄大呀，但很显年轻啊，就跟30多岁的男的一样了。这给姑娘给气的啊，直接就开怼啊，说对方睁眼瞎，那看不到自己的择偶要求吗？最后两人呢是互怼互删。总算呢有一位是符合条件的男士啊，35岁未婚，有车有房，年薪在20左右。他一看照片，那心梗啊差点犯过去了，这大脑门啊都突发了，都泄了顶了。结果又是拉黑。反正加他的呢不是牛鬼蛇神就是歪瓜裂枣，气得他在那群里啊又发了一遍信息，并注明强调请看清自己的择偶要求，不符合要求不要加。好了，一时激起千层浪，那群里的男人不愿意了呀，集体围攻他，一人一句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给淹死。气得他就给我打电话啊，说自己接受不了那些30-40岁的老男人去加他。这话说的，你不能接受的不是这些30-40岁的老男人吧？你厌恶的应该是条件不行、基础不行还大龄的男人，总是幻想了钻石王老五去追你，让人听听你这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姑娘一听啊，气得直接给我撂了电话。哎呦，我有点堵心啊，去喂娃娃去了。服了。